嗨，大家好，我是中國的 Ellie。這期視頻呢，我想聊一聊一個中國人會特別感觸的一個話題，回家鄉，也叫回老家。感觸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使你能產生共鳴，你很有感覺，很能感同身受的。所以這種情況下，你可以說感觸，是我很有感觸的一個話題，是我很有感觸的一段話或者一段語言，就可以用感觸這個詞來說。那這個話題呢，回老家這個話題呢，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我覺得都會很有感觸的。那這個詞老家它是什麼意思呢？老家就是有這麼一個地方，是你出生或者生長的一個地方，也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爺爺奶奶居住的這樣的一個地方。通常這樣的地方我們就會叫做老家。很多中國人為了工作，為了學習，可能就搬離了他的老家，然後搬去了大城市去住，搬去了城裡面去住，或者去城市。這裡呢，你可以說城市，也可以說城裡，都可以。那比如搬去了北京，搬去了上海，搬去了廣州，搬去這些地方，然後去工作，去上學。但是呢，你每年会定期或者一有空一有假期的時候，就會從城市然後回到你的家鄉，回到你的老家。那這個地方就是你的老家。因為人們會覺得不管走多遠，不管在哪裡住着，心裡總是會有這麼一個地方，把這個地方就叫做老家，我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因為我从我出生到成長，上大學之前都是在我的老家。我是上大學的時候，從我的老家，然後就去了城市裡面去上大學。那我在上學的時候，在大學的時候，每年會回2次老家。那個時候就覺得回老家的時候很開心，這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一件事情。因為有半年沒見，我在上學只有暑假或者寒假，那我暑假寒假也就1年回2次，每半年回1次老家。這半年回家的時候好開心啊，因為一想到能馬上見到我的爸爸媽媽，我的爺爺奶奶，我就會很激動，很開心。即使在回老家的這個過程很長，路很長，但是我一點也不覺得遠，我還是會很開心，很期待。我記得之前坐火車的時候，火車上有好多人，因為放假期間也算是一個高峰期。我們說高峰期可以說坐火車的一個高峰期，也可以說上下班，早上上下班比如說早上的8點是一個上班的高峰期晚上的6點是一個下班的高峰期，我們会叫做高峰期。在高峰期的時候，人特別多，人會很擠很多，這個就是高峰期。那我放假回家的時候，因為暑假寒假都是放假的學生，所以火車上會有很多學生，很多人，很熱鬧。有人的時候，人多的時候就會覺得很熱鬧我記得火車上有賣東西的，有賣飲料的，有時候還有賣玩具的。那個火車的列車員有時候會推着一個小推車，然後我記得以前我坐的都是綠皮火車，推着那個小推車在那火車裡面來回走，邊走邊喊着賣玩具或者賣飲料。這種體驗我覺得
現在因為我現在不坐火車了，但是這種體驗一直在我的腦海裡。為什麼回老家會很開心呢？我覺得那個時候對於學生的我來說，是我覺得我離開家了，那個是我唯一的家，我離開家了，我現在從學校然後再回家，回家的這個過程就是一個讓人很開心的過程，因為你能見到親人，你能見到你的家人，所以會很開心。那當我畢業，然後工作，以及到我現在有了自己的家，有自己的老公，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我現在還是会回老家。回老家的這個過程，我還是會很激動，很開心。一是因為人們不管離開老家有多遠，他在工作當中會有壓力會和同事或和人打交道。那人在大城市当中生活的时候，会和別人打交道，那你的生活会有壓力，這個時候你就會期望着回到一個老家，回到這麼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呢，它可以使你放輕鬆，可以使你感到舒適，然後可以使你感到沒有壓力。有時候我們會說零壓力，沒有壓力。你和你的爸爸媽媽見面，你和你的長輩，你和你的上一代，或者你和你的親戚朋友見面，你就會很放鬆。你的家人，你的親戚朋友可能會叫你的小名，然後沒有在城市當中的這種壓力，這種勾心鬥角。勾心鬥角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呢？你和人打交道的時候，有時候可能會有爭吵啊、搶奪呀、鬥爭啊，那這個就叫做勾心鬥角。那你回到家鄉是不存在這些問題的，所以我每年都會期待着回家鄉。我每年回家鄉一次，一年回一次。在上学的時候，上大學的时候，我是一年回2次，暑假回一次，然後寒假回一次。那工作以後沒有太多的假期，沒有暑假、寒假，所以我只是在春節回一次老家，所以也就是過年回一次老家。那我今年回老家是在夏天，因為夏天回去可以更涼爽一點，可以帶我的孩子去玩。今年我們回老家是開車回去的，開車回去沒有以前我上學的時候坐火車回去那麼擠。我記得上學的時候，每次放假回家的時候，買票是一個最頭疼的事情。最頭疼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一到寒假或者暑假，回家的人很多，這是一個高峰期嘛。高峰期買票的人就特別多。我買火車票我會專門下載一個軟件，一個 APP。這個軟件是做什麼的呢？就是專門搶票的。搶票，搶火車票。因為你買票不是那麼容易買到的，所以需要搶票。那有时候搶票我搶不到，那我就會找黃牛。黃牛是什麼呢？黃牛有時候我們叫黃牛黨，就是這麼一群人。這群人他們會搶票，會幫你搶票買票。他們搶到之後，你把錢給了他們，他們把票給你，但是你要多給他們錢，因為他們叫黃牛，他們黃牛就是要掙這個手續費，有時候叫手續費，
也就是多給的這部分錢。有時候也不一定是買火車票，也可能買別的票，比如說演唱會的票。當你買不到演唱會的票，你可以找黃牛幫你買。那現在不存在買票了，因為我是開車回去，開車回我的老家，開車回去，我們會在中途歇息，會有服務區，所以我們會到服務區停下來，車停下來，然後我們大家會這樣伸伸胳膊伸伸腿因為坐的車裡時間太長太久也會累，所以会伸展一下，然後還會去衛生間去上個廁所。那小孩呢，因為我帶的小孩呢，我的小孩可能他在車裡會坐不住，他會想下來跑一跑，跳一跳。所以在服務區我們會歇息一下，中途因為我的老家太遠了，所以我中途会在酒店晚上再睡一晚，這樣我第二天才能到達我的老家。今年回去帶的我的小孩今年是第一次回老家，他好開心啊。我的老家是一個農村，是一個村子。那我的老家有院子，是一個典型的北方的一個農村。我們有個院子，有東南西北四面都會有房子，蓋着房子，四面都有房子，中間是院子。那我家中间院子種的是玉米，那你能看到視頻裡有很多玉米杆子都在中間。那我的小孩特別開心，因為他可以在院子裡玩水，有水龍頭，有水管，他接着水龍頭水管一直蹲在那個水井口那邊在玩水，有時候也可以說耍水，都可以说。他特別開心，有時候在院子裡拿着掃帚掃地，很開心。他沒有住在城市裡面，我們沒有院子，都是樓房，1層、2層、3層、4層樓房，所以沒有這種獨立的院子沒有。他很開心，玩得特別高興。我們回到老家之後，為什麼會覺得輕鬆、放鬆、舒適？就是因為你和家人待在一起，然後還有和你的鄰居，可能和你鄰居碰面呀、聊天呀，還有鄰居的孩子一起玩呀，就會很開心。能看到在農村院子裡面會種的很多菜，很多果實，這些都是沒有打農藥的，很健康，都是屬於無公害的。我們一般說無公害，就是沒有農藥沒有一些催熟的呀，一些各種藥打在裡面，它是純天然的。所以吃到嘴巴裡面很放心，對我們的身體也很好，所以叫純天然的。那現在住在城市裡的人們都特別喜歡農村裡面自然成熟長大的果實還有菜，因為它們都是純天然的，都是健康的。雖然我的老家比較遠，但是那個地方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還是每年會至少回一次，因為我想回去看看鄰居，回去看看我的親戚，回去看看我們老家的老房子，能看到
老家的房子有的已經很破舊了，破舊。那我們家西面的這個房子就是已經很破舊了，門都很破了。你看門都很破了，门上還有蜘蛛，還有網，還有蜘蛛網，因為太久了，這個房子大概有30多年，快40年的時間了。我的爸爸媽媽也不打算修，因為我们不在老家住，所以不打算修。但是每年我还是会回来看一看，回来看看我的老家，因为这里畢竟都是回憶，都是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這裡，都是滿滿的回憶。如果以後未來，那比如說我的爸爸媽媽去世了，我的爺爺奶奶也不在了，那可能我就不怎麼回老家了。雖然回老家這個過程很難，也很長，路程很長。我回老家開車的話是13到14個小時，我們中間會歇一晚，在中間會住一晚，然後第二天再繼續開，總共路程是大概13到14個小時，一共是1300公里，1300公里，這個路長總共是1300公里。那最後呢，我想問問大家，你多久回一次老家呢？你還記得老家最讓你想念的是什麼？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地方，又還是一道菜？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希望下次見，拜拜。